好，谢谢主席。麻烦有请法务部部长、司法院副秘书长。麻烦部长、副秘。委员早安。委员早。好，两位早哦。台大法学院严觉安教授针对民进党所发动的大恶霸，他特别从宪政的观点写了一篇令人省思的文章。他说，这一场凭空发动的无差别大罢免，就是一场耍法术走歪路的趋近解散国会人民的选择做出来了。严觉安教授主张，这个时候不但卓院长应该要辞职下台整个内阁都应该要打掉重练来请教部长赞不赞成？这是袁教授的意见那你赞不赞成？我们尊重。你个人赞不赞成？我不讲个人意见。你不讲个人意见来看一下，你有递辞职信吗？这部分我不需要在这边做一个。你不需要在这边说明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那部长有没有递辞职信？有没有展现风骨？不需要跟国会说明现在官这么大这个内阁要不要改组那这个是我。现在我不是问内阁要不要改组，现在我是问你有没有递辞职信你有没有递辞职信？你居功厥伟，你有没有递辞职信？有还是没有？这个为什么要递辞职信？那你自己觉得嘛？你为什么要递辞职信嘛？学者主张整个内阁都要打掉重练，你很有信心觉得你为什么要递辞职信？你说的没有错你放心你居功厥伟啦，学者要不会要你辞职啦，学者的意见一定留任你的啦。你这么好用，怎么会要你递辞职信呢？对不对？这么好用，怎么会要你递辞职信呢？功在党国对民进党贡献非常的大怎么会要你递辞职信？放心你的官位非常的稳跟着党走，依照党的意志，司法怎么搞烂都没有关系。你不要学那个。好，来再来这些语调了。接下来，我用什么语调跟你质询不是你在这边可以说三道四的啦。什么叫做我不要学用什么语调？你什么态度你什么态度今天是你在备询还是我在备询在国会这么嚣张这么嚣张这个内阁有在反省吗？有在检讨吗？部长在讲话，在这里讲话这么嚣张来，爆发了大绿能弊案，小英男孩被抓了。那当然，郭志辉说后面还有更大尾的，要不要约谈郭志辉？这个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我完全尊重台北地检署的侦查的一个计划。台北地检署的侦查进度由谁决定的？我不能去干涉指导。是台北地检署的侦查进度由谁决定的？这由台北地检署的侦查团队在决定。侦查团队嘛，好，是由承办检察官还是由检察长来决定的？这我不清楚这个你不清楚，奇怪了。因为我不会指导介入干涉。所以嘛，你要看具体个案上面到底要听承办检察官的还是听检察长的？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这很重要这会涉及到什么？上级有没有指导下级嘛？这很重要所以我才问你从法务部的立场，从规范的观点，应该要听谁的？听承办检察官的还是听检察长的？这个侦查团队检查议题嘛，本来就是一个侦查团队嘛。是好，你是不是知道这个案子去年就要动了？这个案件本来就是在这里。你是不是知道这个案子去年就要动了？这个我不清楚。这个你不清楚，那我现在跟你讲，我在这边直接公开检举啦，让你们回去查啦。这个案子去年就要动了，是谁叫承办检察官不要动的？部长应该也不知道。王俊立叫承办检察官不要动王俊立叫承办检察官不要动怎么会搞到823以后才开始动这个案子？整整压了1年呢。这个案子压1年，你知不知道？这个我不清楚。对嘛？你也不知道嘛？在黑箱里面的作业，用检察议题来遮掩一堆案子，能压就压，能拖就拖，能混就混，配合的政治在办案，还有脸在这边讲尊重检察官的侦办，没有关系
我在这边讲话，我负责嘛。承办检察官去年要动，王俊立说不要动，拖到823以后才动，拖到823以后才动，就像郭志辉讲的啦，大伟跑掉了啦，大伟跑掉了啦。顺便去了解一下，拖了这么久有没有泄密的问题？接下来，避免执政者以人事控制个案。2017年司改国是会议决议的内容啊，民进党秘书长凭什么瞧司法人事啊？民进党秘书长可以瞧司法人事吗？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司法独立、检察官独立吗？啊？王俊立现在北检啊，当红检察官啊，结果他当上调查局局长，竟然是在他桃园地检署任内。他所侦办贪污犯的犯罪嫌疑人郑文灿，去帮他瞧的，这个事情也太荒谬了吧！这个事情也太荒谬了吧！部长一直在这边说尊重检察官，司法独立，检察官独立，独立在哪里？独立在哪里？一个犯罪嫌疑人，王俊立是检察长，负责侦办这个案件，最后还牵结。结果王俊立当上调查局局长，是郑文灿去瞧的。部长，这个符合2017年司改国是会议决议的内容吗？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那个案网的这件高检也是在侦查中了嘛？对啊，所以呢，高检署的一个调查要拖多久？反正以拖代变嘛。调查嘛，在这边受到社会质疑的时候，我们有在调查了啦。要调查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要调查多久？不知道。相关的案子啊，罄竹难书啊，罄竹难书啊。3年前，这个国会上一届的国会，在调查静电视弊案的时候，一模一样的论调啦。司法检调在调查了啦，调查什么？现在案子在北检检察官手上啊。我公开在国会讲过啊，人家调查员要动，检察官说不准动，通通不准动。这样的司法侦办有独立性哦，有公信力哦，看着颜色在办案而已啦，抓小放大啦，能拖就拖，能混就混。再来看这些哦，被爆料出来的林习耀很大，他关说的司法人事一件一件，全部符合客观事实啊。上一次廉政署的副署长在这边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请托关说人事要不要进行廉政登录？他给我的回答是要进行廉政登录。我后来去问法务部请教，有做廉政登录吗？你们有回文给我，有做廉政登录吗？有吗？这个没有登录哈，没有登录啊，没有登录。依照公务人员廉政伦理规范，应该产生什么法律效果？调查嘛，这个要调查。所以依照公务人员廉政伦理规范，应该产生什么法律效果？谁说什么乔人事？这个还要再调查。对不起哦，第一个你已经确认没登录了嘛？啊，第二个我现在问你嘛，没有登录应该产生什么法律效果嘛？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敢回答哦。啊，这个要尊重，这个还没有调查完，我怎么去回答个案的问题呢？奇怪了。公务人员廉政伦理规范是行政调查还是刑事调查？那现在是属于你当一个部长，连行政调查跟刑事调查都搞不清楚哦。是在整个一个司法调查的一个阶段。拜托，不要在这边讲空话，刑惩并行啊。行政调查是一回事，司法调查是一回事。你怎么当一个法务部部长，连这么基本的 ABC 都搞不清楚啊？这个个案的问题，那我就问你嘛，有关于廉政伦理是行政调查还是刑事调查？是行政调查还是刑事调查？我已经跟委员已经答复了，就是这个没有请托关说的一个登录。所以下一个问题嘛，那再来就是违反公务人员的廉政伦理规范是行政事项还是刑事事项？是行政事项还是刑事事项？不敢回答哦。法学的 ABC 不敢回答哦。这就是行政事项啊。行政事项，你们法务部现在做什么？全部推给刑事调查，哇，真好用哎，真便利哎。刑事调查现在变成了你们遇到廉政伦理规范，行政该处理的遮羞布啦，动都不用动哦，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吗？那你现在在等到时间，看着表，看时间拖过去没有？是不是？还笑得出来？我并没有笑，我在看着表，哇，我时间终于混过去了。这边就有。我在上面问问题，我就是不回答，看你要怎么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司改国是会议啊，会议的结论，检审会要不要加入外部委员？这个我反对。这个你反对哦，所以你个人的意志，我们现在超越了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嘛，委员有非常的有担当啊。现在我们赖清德任命的法务部部长，一个人现在大声的疾呼说，我反对检察官人事委员会有外部委员，难怪嘛，难怪司改国是会议不仅仅是放天灯、大拜拜。现在是民进党政府任命的法务部部长直接宣布司改国是会议归司改国是会议的，找一堆学者专家来，现在大家来共同讨论的结论。我法务部部长郑明谦，我就是反对，真厉害啊！那这样子的话，把司改国是会议全部丢到垃圾桶去就好了嘛？用个人的一个意志来凌驾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检察官的人事审理你根本不懂来看一下你完全不懂。对，好，来，对，全中华民国通通都不懂，只有你郑明谦一个人懂。这不是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吗？检察官的 ABC， 这不是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吗？ABC 这个你不懂了。来看一下，只有你一个人懂嘛？不是我懂，这全司法改革国是会议第3组分组会议增开会议决议，检察人事制度的民主化，为使检察人事制度符合民主问责，并回应多元价值，法务部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应比照司法院法官人事审议委员会规定，加入外部委员。来，有请司法院副秘书长。是。法官人事审议委员会有没有外部委员？有的。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对司法院而言，现在算什么？算垃圾是不是？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对司法院而言，到底还算不算个东西？到底还算不算个东西？你站在你旁边的法务部长很傲慢嘛？我部长反对啦，司改国是会议开什么？不好意思我没有请教你。司法院不要抢人家的麦克风。那个法务部你那个差不多有没有提那个提名权跟否决权，还有没有那个审议权？一样来啦。你不能这样讲。我只有问你一件事情嘛，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是不是有提名权跟审议权？有没有否决权嘛？你今天在这边在国会公然讲，我反对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我现在在请教司法院副秘书长，你有够没礼貌的，没有我同意，没有主席同意，自己站在旁边，麦克风就抢来讲我现在在请教司法院的副秘书长，你以为你现在当法务部部长，在国会里面爱干嘛就干嘛我有请你回答吗？现在法务部部长是怎么样？全国检调在我手上，谁敢对我怎么样？这么嚣张你在国会殿堂就这么嚣张走出这个地方，来，请司法院副秘书长。来，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对于现在的司法院而言算什么？一个报告委员就是司法院就我们所主管的这些那个法案还有政策呢，我们还是会本于我们主管的那个机关，就是来审议的。对你还是没有回答我问题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对司法院算什么？法务部部长表明得很清楚啦，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对我现任赖清德所任命的郑明谦根本是空气一点都不重要了。我郑明谦说了算因为我现在当法务部部长，让大家所有参与司改国是会议、全国的学者专家、所有的外部委员，大家听清楚以后民进党要召开任何的国是会议不要再相信民进党了，找来有什么用？花了纳税人大笔的银子，学者专家做了决议我就没有要遵守嘛。
重点那个是一个不好意思、民主化的我没有请你回答问题。检察官现在我在请教司法院的副秘书长，完全对不起，检察官票选的。我在请教司法院的副秘书长，什么时候国会的规矩变这样？等一下，就依照那个招委，立委什么时候司法法制委员会的规矩变这样？反正我们就依照立委的想要问谁，现在没有请他上来回答人，可以自己上来抢麦克风哦。什么时候司法法制委员会的规矩变这样？我有说错吗？司改国是会议的决议，我白纸黑字都贴在这边呢。这不是我黄国昌一个人讲的，这是第3分组第1次增开会议的决议。法官人事审议委员会，法官哦，人家都有外部委员。司改国是会议做这样的决议，司法院也遵守。但我们现在的法务部很厉害，太上皇机关啊，我不遵守就是不遵守啊。你个人反对没有关系啊，你个人反对你继续反对啊。修法到底会过不会过，是立法院决定的，不是你郑明谦一个人决定的。